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好几天没跟大家更新了，主要是最近比较忙。你看看我们车间里面现在车子都堆满了，全是个车。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什么车子呢？一个宝马5系。客户呢发过来跟我们讲是什么问题呢？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客户发给我的聊天记录啊。来，车子显示机油压力过低加了机油还是不行。这个我们 SA 呢跟他说不能开了，然后呢客户问我们怎么办，那只能拖车了呗，对吧？出现了机油压力过低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车子就不要开了这个一旦开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发动机损坏。就是这一台宝马5系N20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在我的后台私信，很多的车主朋友都问我碰到过很多机油压力过低的问题。今天那么我们也跟大家来看看这台车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我们机油压力过低的。那么像出现故障了以后呢，来到我们店里第一步是干嘛呢？因为这个车子它已经不能启动了机油压力过低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步电脑检测电脑检测好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台车的一个故障码。可以看到里面有机油压力过低的一个故障就是这个机油泵调节压力过低。那证明呢这台车呢确实出现过了我们的机油压力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呢？第二步是干嘛的呢？那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有说过第二步先拆一下它这个机油格。很多朋友在做保养的时候都会忽略掉一点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油格的一个胶圈这个胶圈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换。那车主朋友们也要记一下就是我们机油格的这个上端这个位置它有一个小胶圈，这个小胶圈我已经拆掉了因为我们也要测试嘛，是不是这个小胶圈的问题嘛。拆掉了然后装上去还是不行还是不行。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步的问题了。第二步我们修的比较多的这一款发动机，大概率我们都知道它问题出现在哪里。当我们打开这个机油盖的时候，真相就浮现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机油盖打开以后，同行自然懂了是吧？那车主朋友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吧？我们凑近一点，你看它这个链条上面少了什么东西少了我们的链板。这个车的链板没有了，本来按照正常的话这一个位置它会有一个链板的，那现在这个链板呢全部都碎掉了。那我们接下来一步呢就是要干嘛呢？接下来一步直接拆油底壳见证奇迹吧。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气门室盖你看一下已经拆掉了整个盖子已经拿掉了。拿完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发现了什么东西看到没有？整个链板已经完全磨光了，没了你再看这里这个链板看到没有？都已经很松了，轻轻一碰可能它都要掉下去就是因为这个链板全部断掉以后掉入到我们哪里呢？我们的发动机油底壳里。我们现在把车子给你升起来，油底壳呢也拆掉了，下面垫了一块那个板子，因为有油对吧？我们把这个升起来看究竟，看结果。其实我们这个机油压力呢它真的很多原因有些的比较简单，有些呢比较复杂。像这一款车我们修的比较多的基本上也就能够拆出个大概1、2、3来了
车子正好我们给它保险保起来啊，然后我们再进去看，油底壳整个卸下来了啊，很空旷，对吧？在这个地上，来给你们看一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它这个磨出来的都是呢这种一小块一小块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链板断掉以后啊，就会导致这种损坏掉，因为你的那个什么玩意一直在工作，发动机一直在工作，它链条呢一直在转啊，你看这里面都是它磨下来的一些残渣，那这些残渣掉入到我们的油底壳以后呢，会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那么掉进去的东西呢，全部都会被我们这个机油泵的一个节滤器啊，你看这里面，这个里面都是脏东西，看到没有？一块一块的啊，在这上面可能我的拍摄技术不行啊，看到没有？那当我们的机油泵这个节滤器这个位置被它所掉下来的那些东西啊堵满了以后，就会造成什么情况呢？我们的机油吸不上去啊，机油泵里面的机油吸不上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机油灯亮。那么这个车子就是这个问题了啊，问题已经找到了。那我还是那句话，车子问题我来搞定，是修是换，客户决定。